在组织内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把关，都要你决定吗？你今天是一个管理者、老板、团队的 leader， 你有遇到这样的困扰吗？别怕，这种问题啊，其实很多人都有。而这一集啊，就是来跟你讲如何让你的团队成为一个自主成长的团队。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，打开全部的订阅。Hello， 欢迎回到马克凡的生活 CEO， 我是 Mark Van。很多人在带团队的过程当中啊，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之一啊，那就是团队的成员都动不起来，或无法成长，说一做一这件事情背后啊，其实就来自于说，大多数的人都是因为没有把执行方针以及规范设定好，导致啊无法优化，凭着经验直觉在做事情。当你的团队还算小的时候啊，其实没有这个问题发生。为什么呢？手把手着靠着经验去传承，就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。但当你的团队越来越大的时候啊，其实你要为你的团队定掉一个标准、规范，还有一个执行步骤。那这个时候啊，才可以去做优化。可是很多人会想说，一旦定了标准下去之后啊，会不会很多人啊只做到标准的那60分呢？这件事情啊，其实是必然的。所以啊，你要建造一个标准出来，并且让自己在执行过程的当中啊，让团队的成员都愿意去优化流程、优化标准，才是一个管理者的课题啊。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这件事情，要怎样子建立标准呢？在建立标准的时候，它有几个心理学的准则在这上面去做，要顺着人性管理他人，逆着人性管理自己。其实啊，很多团队的领导人都会顺着自己的脾气啊，用他的角度去管理其他人。其实这是错的。你必须啊，要顺着他人的人性去设计整条的逻辑跟制度。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你是逆着人性做自己规范的。为什么呢？你要让别人顺着他人性去做，通常这个时候啊，管理者自己是不太舒服的。所以当你在设计整个团队流程的时候，你顺着人性管理他人，逆着人性管理自己，你都要去想这一条流程啊，会不会让你的团队成员呢很顺着他的人性在做事情？这是第一个大准则。第二个准则啊，当你在设计这些规范的时候啊，你只负责提出一个大致方向，细部规范让执行者自己去定。俗话说得好，如果规则是自己定出来的，他要做的成功概率会比较高。多数的人都不喜欢被人管理，但是啊，多数的人你跟他讲说这一条规则啊，如果由他的嘴巴讲出来的时候，是潜意识当中啊，他就已经想要做这件事情了。所以啊，马克凡在制定整个管理规则的过程当中啊，我通常不会直接制定，我会呢透过讨论的方法，透过引导的方法，让大家讲出自己要做事的流程出来。而这个时候啊，这一条流程比较有可能达成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大家也比较愿意去做。第三件事啊，就很重要了。当你呢建立出这样子一个规范流程出来之后啊，要带着大家每个月持续的去做优化。一个规范定出来之后，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大家就想说啊，我已经把它定出来了，就照着这样的方法呢，每个月不停的去做。结果呢，有做错，或者是中间绩效不好呢，也没有人去优化这个流程。这个时候啊，就导致整个团队啊往下下降。所以啊，如果你在建立你 SOP 标准的过程当中呢，你要记住这3大准则。第一，要顺着人性管理他人，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压抑着自己的人性去设计出这个规范出来。第二件事情就是在设计规范的时候啊，只设计大体方向，并且带着团队成员引导他们把细部的执行方向呢，去把它给订立出来，变成标准的执行步骤。第三件事情啊，就是如果你是团队领导人的话呢，你就要试着每个月呢，带着团队的大家一起去做优化。大部分的人啊，规则定完了之后啊，就不会继续往下去了。所以很多人啊，在定完整个 SOP 之后，发现团队怎么还是不 work。其实最大的问题之一啊，就是大家都没有去优化它。所以当你要让团队绩效变好的时候啊，你必须先定掉一整条规则出来，有标准才能优化嘛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在讲了，今天如果你不想要每件事情每个决策都你要手把手去做，你一定要先定标准，先定流程出来。但这个流程呢出来之后呢，大家才能优化。第二，必须要顺着人性去制定。很多管理者啊，很多团队啊，定了一堆流程出来，结果因为都太难做了，导致流程只是流于形式。那很多人就会问啊，那马克凡啊，现在我是团队成员了，可能要变成小领导了，小管理了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做呢？这时候来到我马克凡 A4 笔记时间啊。首先呢，
去把你要做这个 SOP 的第一个你必须要达到的效果，你把它写出来，尽可能写的具体一点比较好，不要只是写数字而已，要写说你想要做到呢多少人呢？那分享中他会讲些什么话，把这些效果具体的把它写出来越好。第二呢，就是你要做到这件事情的效果呢，你预计要做哪些步骤，把它依序的把它写下来。而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你只要写大方向。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带着你的团队伙伴呢，把这个大方向的这个依序呢，去跟大家讨论说，这样子写有没有漏掉，请大家呢一起把东西把它补上去。第四件事情呢，就是这整条流程当中呢，有哪些是不能不做的、不能忽略的事情呢，把它圈起来。大概这4大步骤呢，都把它写好之后呢，接下来呢，就针对第4步呢，去把它优化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你已经把一套 SOP 给写好了。所以有很多人在讲说，哇，我今天为了要做这 SOP， 我要绞尽脑汁。其实我都会跟大部分的人讲说，你不需要这么的复杂，就把你想要做到的成效的具体样子把它写出来，你预计会怎么做，然后再带着团队成员呢一起看要不要补充些什么东西。最后面呢，再针对写的这些步骤呢，再逐步的去把它优化，把它写好。这个时候，其实你就把一件事情的 SOP 给做好了。所以建制 SOP 很难吗？其实不难。我最常讲，所谓的逻辑就是一种顺序，把你平常做事的顺序把它给写下来，建立第1步、第2步、第3步，然后呢，它预期的成效会长怎样？这个时候你已经把 SOP 给建完了。那最后啊，这一集也到了尾声，想跟你讲哦，不论我讲的再怎么多啊，你还是要记住一件事情，知道跟做到之间的差距呢，在于努力的执行跟练习。那现在啊，你必须要好好的执行我刚才讲这些事情，才可以帮你建造出标准的流程出来，并且啊，帮你管好更好的团队。毕竟啊，你今天一个优秀的管理者，就是要打造出一套制度，并且让大家呢可以不停的去优化制度，然后让大家都成功的一个标准，这就是好的管理者。所以好的管理者要帮助别人成功。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。我是马克凡，我想跟你分享这一切东西呢，其实我都写在这个我的自己的书里面，关键思维当中，你可以来看看书，希望对你会有帮助。那今天呢，影片呢就介绍到这边。我的影片呢会在礼拜1跟礼拜4的晚上的9点呢进行一些更新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